在蟒蛇体内藏毒，你见过吗？在人体上绑了100多部手机走私，你又见过吗？这些所谓的聪明人想出的走私方法越来越高明，从树干里藏烟到高科技的潜水艇、无人机。让我们来看10种最狡猾的走私方式。开始之前，帮所长一个长按点赞，精彩马上到来。第10，树干里的毒品。香烟走私往往能获取大量的回报，所以很多人都铤而走险加入其中。一些走私者会趁天黑穿越山脉走私，其他的则更加聪明，例如把走私物装进汽车零件、洗涤剂容器或汽车备胎中。更为天才的就是挖开一些树干，在树的中心装满违禁品。最近，波兰边境警察破获了一项大规模的走私行动，他们正在检查一大批从俄国运往德国的树干。在他们仔细检查后，发现一些木头非常奇怪。经过仪器的检查后，显示了树干的末端被切掉并更换了。当他们打开树干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树干被掏空了，里面的香烟紧紧地挤在一起。55根树干里装满了大约25000包进口香烟。世界范围内，逃税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据估计，欧洲国家每年仅因为香烟走私就损失超过100亿欧元。第9，玉米粉蒸肉贩毒。玉米粉蒸肉是一道著名的中美洲菜，它是由一种用玉米制成的特殊面团，然后依照口味加入其他佐料。2014年，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圣萨尔瓦多的46岁男子被捕，因为这名男子在一盒200个玉米粉蒸肉中携带了7盎司可卡因。食物是通常受监管的东西之一，所以把毒品藏在那里没有意义。如果你选择在机场这样做，简直是自投罗网。至少毒贩应当要向当局报告食物情况，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可疑了。但这家伙没有这么做，这个毒贩应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第8，可卡因餐具。走私毒品的方式可能有无数种，其中一些非常具有艺术性。西班牙是仅次于英国可卡因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当警方发现一批25公斤重的毒品时，他们一定欣喜若狂。西班牙警方接到了从委内瑞拉运来的毒品的警报，他们在包裹经过伦敦时追踪到了包裹，并到达了一名35岁西班牙男子的家中。该男子很快被逮捕，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包裹里没有任何毒品，而是42件餐具。警方决定把它进行测试，最后发现整套餐具都是由压缩可卡因制成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把餐具涂成蓝色，并把向日葵装饰在上面的。难道这些毒贩也是艺术家吗？第7，毒品潜艇。70年代是走私可卡因的鼎盛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毒贩们的贩毒手法也越来越先进。一些毒贩研发了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毒品的潜水艇，这是一种半自动或全自动的潜水艇，很难被雷达探测到。除此之外，这些潜水艇还能够携带成吨的毒品。2015年开始，这些毒品潜水器最大可载货7.7吨。操作潜水器的人被发现时，会加速并躲避抓捕，有时他们还会击沉潜艇，假装自己是不幸的渔民，甚至感谢一些前来追捕的警察救了他们的命。美国海岸警卫队估计2007年就有25至40艘毒品潜艇运输到达美国。2008年，每个月大约有10艘潜艇被发现，但未被查获的数量可能更多。据估计，这些潜艇平均每天走私1吨可卡因，数量惊人。第6，卷心菜里的冰毒。毒贩们越来越狡猾。最近在雅加达，官员们收到消息称，一辆携带毒品的卡车正驶向雅加达。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他们确定了一辆蓝黄相间大卡车。他们发现该车的位置后，将其拦下，并开始调查。令他们惊讶的是，这辆卡车根本没有走私的样子，车上也装满了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卷心菜。他们决定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收到的信息非常可靠。检查后，他们发现，在卷心菜中隐藏着一个空洞，在这些空洞中，他们发现了35公斤冰毒。
这次大规模的缉毒行动对国家缉毒局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司机当场接受审讯，最终告诉他们提供毒品的人的名字以及买家的名字。最后3个人都被逮捕了，他们的财产全被没收，其中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大约2.68亿卢比的毒品。第5，身体走私手机。一名香港公民在中国被捕，因为他身上总共发现了94部手机。众所周知，在香港，电子产品比大陆便宜，这就是为什么走私者试图走私的原因。这个走私未遂者把苹果6绑在他的躯干和腿上，他用塑料袋把它们包起来，并用胶带把它们固定在适当的位置。当时警察看到了他走路很奇怪，毕竟身上贴满近100部苹果手机后，走路不奇怪才假。显然，这个走私者的发财梦破碎了，等待他的将是安逸的铁窗生活。第4，石膏藏毒。一名66岁的智利男子试图在他的腿部石膏上动手脚，用于走私毒品。巴塞罗那机场的警察正在仔细检查深夜登机的乘客。一个男子在检查时看起来特别可疑，在他携带的6包啤酒和2个铝制拐杖内发现了可卡因，但警察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还用一种喷雾对石膏进行了测试，当他接触到时会变成蓝色。经鉴定，他的整个石膏腿是由压缩可卡因制成的。男子腿部确实在膝盖以下骨折，但警方怀疑骨折是故意的。他想以骨折为由换取同情心，但他失算了。他们最终缴获了超过10斤的可卡因。该男子被逮捕，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得到了适当的治疗。第3，无人机走私毒品。高科技的发展开创了国际贩毒的新时代。最近，西班牙警方截获了3艘无人潜航器，这些潜航器能够携带约200公斤毒品。他们从摩洛哥走私毒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使用潜水无人机而不是常规潜艇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们更小、更难探测，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能使用最新的 GPS 远程操作。犯罪分子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舒适地坐在椅子上，轻松地操作这些无人机，而不会有入狱的风险。自从破获无人机贩毒以来，只有8人因与无人机贩毒有关而被捕，其中2人是父子2人组，父亲是一名熟练的直升机飞行员。如今的无人机又引入了可飞行的机器，使得破获难度更大了起来。第2，中世纪科技贩毒。尽管美墨边境被约1000千米的边境墙或栅栏覆盖，但毒贩们并没有退缩。他们在2017年发现了更具创新性的走私毒品方式。美国边境巡逻队正在对边境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墙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中世纪投石器。这样的武器曾经用于投掷巨石，而现在可能是用来向美国发射成捆毒品。最终，总重量为50斤的弹射器在墨西哥一侧被拆除，但没有人被捕。除此之外，犯罪分子还利用空气炮等武器。警方在2017年3月对边境下的隧道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调查，发现了一条380米长的隧道，从墨西哥的一家餐厅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房子。也许有志者事竟成，但这些人用他们的智慧做了错误的事情。第1，动物贩毒。有一些极端的毒贩会冒着生命危险和他人的生命危险运输毒品来赚钱。有的人会在自己的体内藏毒，试图蒙混过关。曾经有过货物在体内泄露的案例，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一般他们都会死亡。但现在的毒贩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把目光转向了动物。他们会把物品放在避孕套或塑料袋中，然后塞进动物的体内。这些动物包括了老鼠、猫、狗和牛，还有蛇和老虎等稀有动物。有些人甚至在2015年建造了私人动物园，专门用于体内藏毒。他在西班牙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他的罪行是将液态可卡因植入幼犬体内，并将其运往美国。他们甚至还训练了老鼠在不经过体内藏毒的情况下，直接搬运毒品。这些走私手法够不够新颖？哪一个最让你意想不到？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